唔好放棄你哋嘅夢啊！繼續瞓，瞓啊，瞓啊！如果大家好啊，欢迎收看速度队即将开播的《假面骑士 Z 子》，迄今为止的个性的体会。本期的主题将围绕传统与革新展开，希望能给各位提供点别样的思路去了解这部令和假面骑士第7作。距今1个月前，随着 Z 子首支预告片解禁，新骑士美漫风格的造型以及腰带佩戴方式便立即引爆了社区讨论。除此之外，相信特色老登们都能看出 Z 子无论是配色亦或是造型，皆能让人立刻联想到假面骑士1号。可一部非周年纪念性质的节目，为何会突然致敬初代呢？这背后实则藏着东映进军海外市场的野心。或许是受到了某个小作坊拍的半年番节目，常年在海外市场混得风生水起的刺激。早在假面骑士嘎补诞生以前，东映内部便已敲定了加速角色商业全球化发展的战略方针。历时1年多的内部体制调整，以及在各国代理商的配合运作下，假面骑士终于赶在令和7年实现了多国甚至某种意义上的全球同步放送。因此，为了兼顾全球观众的品味，美漫风格的造型着实是个既革新又传统的设计。至于其身上的初代元素，则因是为了强调 Z 子并不是美式超级英雄，而是假面骑士。在此之上，宿主认为 Z 子把腰带斜扣在胸前更是神来之笔。仅通过腰带佩戴位置的调整，这个构思就巧妙达成了2重效果：用简约到极致的腰带替代传统胸甲装饰，以最小改动实现了最大视觉冲击。赞美之词无需赘言，Z 子的造型本身已然昭示本作的主旨，即传统与革新的碰撞。基于这一设计理念以及面向全球市场的战略背景下，本作系列构成能让观众既爱又恨的编剧高桥优也独具匠心地选取了2个普适性主题，即全人类共同的梦境体验以及间谍电影中盛行的特工元素作为新节目的卖点。特工这一环容我稍后再谈。而关于梦境，相信屏幕前各位光是看了首支预告片里那些个快速切换的炫目场景后，就已经对它在剧中的呈现方式充满期待了吧？确实，在理想状况下，梦境世界可呈现出哥特、恐怖、中世纪、古代、昭和、科幻、抽象、漫画、动画等多种风格，甚至将它们交织在一起也不在话下。可以说，梦境世界的自由度将是特色史上最高的那一档。但别做梦了，孩子，这里是东映大全，不是梦工厂。假面骑士作为年番，加上它那吐血马拉松式的制作周期，早已注定了预告片约等于预告片。可话又说回来，预告片里频繁出现的 LED 环幕，加上Z 子的试播集还请来了上库内加寿也这位在拍摄《王战队君王者》时积累了大量 LED 环幕运用经验的监督来操刀。你说我对梦境世界的构筑完全没有期待，那就是假的。更别提定下节目基调的上库内近年来拍摄的剧集都让我难掩赞美之词。你说我不相信 Z 子开播后会好评如潮，那也是假的。宿主完全能够接受剧中多利用实景进行拍摄，只求节目组在固定场景的文戏以及某些较为关键的打戏部分，能把他们那块号称全日本最大、投入最多的 LED 环幕给用起来就行。且该说不说，这可是面向全球的假面骑士1号。为了经得起世界级的观众审视，从 Z 子开始，特色部分的处理标准理应会比过往更加严格。毕竟东映也不可能自砸饭碗才对。我话就放这了，希望3级定律过后不要打我的脸，好吧？在聊下一话题以前，姑且容叔叔先求一波正面反馈支持。如果这期数据还 OK， 在此播出个3到4集后，我将把这次没用到的一些干货以及新获取的部分物料，通过观后感的形式分享给大家。收集资料确实不易，还请各位多多支持，这样我才有动力更新嘛。另外，宿主相处的情报屋近期分享了大量类目给我，碍于情报保密工作，通常涉及这部分的内容，就请各位透过我的字里行间去领会了。就比如我说 Mezamelo 卡梅拉的 Z 子，重点就不是 Z 子，而是 OK。接下来这趴我将过一遍新节目的人物设定，外加幕后趣闻以及我的些许个人见解。相信有大概了解过近期夏季剧场版中新骑士客串部分剧情的观众，都会先入为主的以为 Z 子男主万金墨会是服饰英雄 2.0。然而，这不过是墨在梦境中的人设罢了。现实中的他实则是个从小到大只要做好事就会遭遇不测的倒霉鬼，比如被雷劈。也是因为这个倒霉体质，让他经常处于待业状态。在一次求职路上，莫为保护小孩被车撞进了医院，昏迷中的莫陷入梦境。只因是间谍爱好者的关系，莫在梦里化身为无敌的特工，并从上司那获得腰带，与其联手击溃了噩梦怪人。等他醒来后，竟发现自己梦里使用的腰带也出现在了现实当中。而我有理由相信，这便是第1集的剧情概述。梦境里的福将军，现实里的良太郎，反差如此大的人设，浑然于一身的主角，可谓是 Z 子的一大看点。为了区分梦境与现实中的墨，除了着装外，目前叔叔有观察到的细节是，梦里的墨会翘起一小撮呆毛，并带有美瞳。而在发布会中被我吐槽最多的，则是他那个用夸张来形容都不为过的垫肩了。可事后我也认真思考了一番，
梦里啥都有，因此现实中瘦小的倒霉蛋在梦境中成了无所不能的双开门大冰箱，突然又合理了起来。除此之外，这子的变身动作同样看点满满。虽然在正片里不一定会保留，但最开头那下虚晃一枪，着实是给我整乐了。而在此之上，主角滑动双拳的动作也成了各大社区热议的话题，有觉得色气的，有觉得油腻的。但无论如何，能让大家讨论起来，也就意味着这是个相当成功的设计了。且对于这个动作，叔叔还有点个人向的解读，一个是睡觉的时候，各位应该都有过漏閪水啊，漏閪水啊。那么滑动双唇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是在擦口水呢？再者，用来沾口水的手指是不是同样能在后续拨动胶囊的时候提供点润滑作用呢？若再琢磨一番，这个变身动作其实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只因男主通过这2个动作画出了一个数字7，不仅用于对应其行动代号，更是为了致敬。搞错了，其实我想说的是007。若把虚晃一枪的动作也考虑进来，数字7则变成了字母与 Z， 进而延伸为睡眠符号。另外，我开头就已经提到了，这只是令和7年诞生的假面骑士，因此我有理由相信，让高桥联想到特工与梦境的源头，或许就是数字7。当然，关于梦境的原点，我想并不止于此，这个放最后聊。关于7的部分，容我再拓展点东西。在西方文化中，7具有神秘、幸运、完美等含义，既符合人们对特工的想象，也赋予了特工更深的文化魅力。因此，将这个数字赠予咱们的梦境特工，在叔叔看来，既是致敬，亦是美好的愿景。回到正题，与万金墨相对的女主林梦，则是多一眼看一眼就会出现在民众梦里的国民级偶像。这个叔叔深有体会，只因前阵子我就梦见了奈户，开玩笑了哈。不过叔叔经常会梦见学生时代的白月光，倒是真的。只可惜他也是人妻了。哇，人妻仲正。同为林梦推的墨，在潜入他人梦境时，总会遇见这位随着不同的梦境被迫扮演不同角色的超人气艺人。当然，他本人会尽心尽力去演出，来贴合宿主的梦境。不过嘛，高桥的尿性真是懂的都懂了。林梦要能是个正常人类，我当场就把这个宝藏给吃掉。墨的妹妹万金美浪职业为艺人经纪人，她认为规律作息是健康之本，加上工作性质需要早起，因此每看到哥哥一觉睡到大中午时，都会冲过去把他给捶醒。值得一提的是 ，TTFC 上传的监督编剧对谈中特别提到了美浪最初被设定为墨的姐姐，可由于上坤内在试镜时相中了现年19岁的八木美树，才与高桥商量将姐姐这一人设改成了会像姐姐一样照顾哥哥的妹妹。且基于其工作性质，说不定后续剧情中美浪也会与现实中的林梦有所交集。下一组就轮到2位常驻配角的介绍了。想来节目组也是听到了咱们对于嘎布中警方毫无作为的抱怨，今年十分贴心的为 Z 子设立了2位常驻的警察一角色。富士电铁也为警视厅公安部怪事科科长，负责处理那些至今仍未解决且充满谜团的案件。在剧中，这种案件被统称为黑色案件。铁也拥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一颗炽热的心，通过其孵化道也可看出，他是位有着昭和作风的警察。有趣的是，他曾于嘎布第31集客串过因提醒利杰伦买单而被管家痛殴的古董店店员。至于其搭档，相信也无需我多做介绍了。南于成华是通过了国家公务员考试，并优异成绩被录取的精英，年纪轻轻便被分配至公安部门，但因其负责的黑色案件涉及超自然性质，本人无法完全认同工作的重要性，并坚信这是最糟糕的人事安排。且由于他与铁野的职级皆为警部补，后续剧情中这对搭档会出现许多正面冲突，也是可以预见的。新老刑警搭档可谓是日剧的黄金套路了，再加上今年的制片人还是有着多年刑侦剧制作经验的谷中寿成，副制片人则是与假面骑士嘎卡斗大放异彩的当红炸子鸡臭羊肉。在各种意义上，这些个组合都相当契合今年传统与革新相碰撞的方针。据前面提过的剧情概述来看，怪事科将在第1集结尾与醒过来的墨产生交集，而叔叔目前猜测剧中处理黑色案件的逻辑应遵循梦境的宿主被噩梦侵扰，因噩梦的关系，现实世界受到影响，具体表现为噩梦怪人在现实作恶，以及宿主梦中出现的人事物被卷入噩梦。墨变身为假面骑士，打倒现实出现的噩梦怪人，但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操作，只要宿主不从噩梦中苏醒，就无法彻底打倒怪人。墨单凭自己或是与上述搭档刑警联合，找寻进入宿主梦境的线索，即开启宿主心灵之门的钥匙。墨开启心灵之门，潜入宿主梦境，墨变身为假面骑士，打倒噩梦怪人，宿主苏醒。我认为上述设想会比较符合2集1单元的模式，还能兼顾到悬疑、刑侦等要素来吸引中老登，拉高剧集讨论度。如果正片播出，宿主猜中了个大概的话，记得回来踢我哦。在此之上，我觉得多重梦境以及现实世界也是梦境世界，都是能拿来增加节目趣味性与话题讨论度的元素。如果真走这些路线的话，想来鬼压床经验丰富的我，同样会对这子入迷的。接下来到了本周拿号的介绍，
诺克斯是在梦境中徘徊的神秘男子，为了将噩梦怪人引至现实世界，他神出鬼没地潜入人们的梦境当中。在预告里，诺克斯有特别提及自己与莫还有林梦一样，能做清晰梦，即在梦境中意识到自己正在做梦，并能在一定范围内控制梦境内容。现在关于诺克斯的情报已基本上透完，想来我也没必要再藏着掖着。其定位既是前中期反派，也是2期，而在伤法上，他会比较接近瓦勒巴拉朵，即前期先通过武器变身为特殊战士，中期再通过腰带变身为假面骑士。且有未确认情报提到诺克斯曾是警察，那这里我先猜测他是富士见铁野的旧识，因遭遇某起黑色案件才会恶堕。但我想，如何平衡好他在故事前中期所做坏事的恶劣程度，也是节目组处理这类后续注定要洗白的角色时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希望今年创作者们应对这部分时能更小心谨慎一点咯。紧接着，叔叔想聊聊诺克斯的饰演者。作为在此迄今为止咖位最大的演员，古川雄辉曾凭借2013版《一吻定情》在中国、东南亚等地区积累了大量粉丝。虽然叔叔没看过这档风靡一时的日剧，但我当时也确实因为这部剧的势头以及该节目女主角的关系，记住了这号人姓什么名什么长什么样。因此到我后续因石原里美去追朝五晚九时，一眼便认出了她。我要这么大段就是想表达，古川雄辉虽然在日本属于2、3线咖位，但他在海外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这也是今年节目组会选择他的原因之一。同样是基于这套底层逻辑，今年的主题曲制作人才选择了泽野弘之。即我不排除节目组内部存在公费追星的情况，但你们别管后续那些制片人在访谈里是怎么吹的，基于全球化发展的考量，选择已被海外市场认证过的人事物，实则更符合东映内部的启用标准。这里也顺带问多一句，你们认为 Visions 好听吗？我的话目前还不太好评，得等结合上 OP 画面以及完整版主题曲配信过后再做评判了。要回古川雄辉的部分，有着10余年留洋经历的他，英语口语是相当标准的。要知道，机车人林还专门找了个美日混血的演员来配音，也就意味着莫和林交流多用的是英语，这是为了迎合海外市场才为之。而众所周知，日本人的英语发音普遍很怪异。那我问你，一个完全无需调教，能现场指导其他演员的英语发音，甚至还能反过来帮助监督调教新人的常驻演员，他不香吗？这些附加值已然大到可以让我们忽略到古川雄辉自身的争议以及年龄问题了。何况诺克斯的人设应该基于古川的年龄做个调整，理论上也不会出现演员装嫩的情况就是了。顺带一提哈，古川雄辉早在10多年前就可能成为假面骑士了，可由于他当时的事务所判定连番子供项节目会妨碍其演艺事业发展，且他演的还是男2号，事务所才替古川推掉了假面骑士的 offer。各位也不妨猜猜看，他当年辞演的是哪一角色？视频最后容我以梦境收尾。关注高桥优也 X 账号比较久的观众，相信都知道他在假面骑士 Excedo 问世以前，就有通过插画形式来记录自己梦境的习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了构建梦境，他已酝酿多时。而我相信，如此热衷于做梦的高桥，今年是值得大家相信的。我也相信，前天晚上因做噩梦惊醒，才得以让我赶在这个终点产出这期视频的自己，是值得大家相信的。经历了前阵子的糟心事，近期一天我能睡上5个小时已是奢侈。等这次开播后，叔叔希望自己能做到每天都吃好睡好，毕竟我自己都无法调整好状态，又怎么产出更多有意义的内容呢？这次就聊到这，叔叔先去休息了，也祝各位能做个好梦。